来，你们先下去，快点，先下去。先下去哦。对，先下去。我可以下去。对，先下去好了。好。I know I shouldn't be in love. I know I shouldn't be in love, in love, in love. 哎，文林哥，我们约5点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47分了。还有一个已经在，多少了？还有一个在路上哎。对啊。熊哥在路上。阿熊哥不是约下面吗？他住下面。对啊，他就是直接出发了。对吧？所以他应该在路上。他说可能在半路上就会遇到他，可是他都没回我哎。是啊。会不会他也在睡？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好了，我赶快出发好了。好，走吧。啊，好冷。今天骑这台。刚一路过来的时候，我都不觉得冷，可是现在，对，因为刚刚可能 7 里面太温暖了。你是不是进去的时候觉得里面很温暖？啊，我忘了带那个止泻带。哦，你应该不知道我要干嘛。我不知道。你要锁在车架上吗？对，因为那个我的那个自拍杆它会掉，所以要用那个止泻带把它缠住。可是我好像没有带。因为平常我都是直接给它放在那个我的包包里面。哦。算了，反正那个等下到预警才要用。希望预警有卖，对吧？我说希望。好，走路。2024年的圣诞节，这一天充满了期待与悠然。我和2位同事踏上了前往南横公路的旅程，这是距200公里外遥远的道路。同行的是先前在台风天环岛的文林哥，以
及刚购入叉妹子300，想要体验重机长途旅游的同事熊哥。按照计划，我和文林哥原计划在早上5点，由彰化县西的 Seven 牡丹花门市出发，而住在汉堡的熊哥，则会从他家直接出发。我们预计在早上6点半于新玉井加油站会合。一切都准备就绪，整个行程精密编排，但计划毕竟赶不上变化。文林哥不小心睡过头了，我们在5点50分才慌忙出发。此刻熊哥迟迟未回复我的讯息，我心想他或许早已经在路上，迎着晨曦的风出发了吧。还好我骑的是 XL75，再加上是南下的方向，心中不免生出些许的安慰，或许能够在早上7点半之前抵达吧。这趟旅程不仅仅是时间与距离之间的挑战，也是一段教师者期待与意外的路程。没看到熊哥，因为他睡着了。92，哦，可以。等一下哦，哎，看画不出来。哦，等我一下哦。可是我先打给熊哥看看。好，也可以啊。你用92加码。对，92加码。我先骑去旁边哦。没有在这，蛮奇怪的。喂，喂，我到那个玉井加油站了，啊，你在哪里？哦，你在前面那。好啊，好啊，帮我。你在玉井来尔富吗？好，我们等下过去。因为我在加油。有，他在莱尔富了。莱尔富那边的，走啊。他在前面莱尔富而已，他在躲雨。我们先过去好了。好嘞。我的钥匙嘞？因为我刚刚想说，我的止泻带会不会被我收在后箱里面？因为我上次去，我等下再找找，没有的话，我们真的要去五金行。因为我刚刚查了一下五金行，都在市区，就是靠北有多远？看到动了。靠腰骑过头。我还在想说要不要换雨衣耶。毛雨啊？对啊，还是穿一下好了，不然等下那个穿雨衣啊？对啊，你已经穿了。我一路都穿雨衣。我等等应该换一下吧。你现在换哪？你现在换哪？我先回个小台了。后面有车。等一下我就跟你们骑哦，我就不用讲了。你的记录器在这里哦。对，那我还没有开。还没开。啊，你那个内件蓝牙。哎呀，那件哪里啊？对。好特别。只差没有抬头显示器而已。真的啊？对啊。熊哥他从彰化骑过来，然后这样子油耗只掉1格。掉1格而已，就不用再加油了。你看他的车油耗多赞。你不是也是30几？但高速120以后大概都26、27左右吧，所以我这个掉3格啊。没有啊，我刚骑起来很慢啊，我都7、8、9、10多啊。哦。我大概100啦。我5点出发，
晚上都很暗啊。哦，对啊，那个没办法太快，那个110我在顶峰了。对啊。会怕。好久没有骑，好久没有骑叉妹。那个油耗真的是神级的油耗。查一下，尽力了。按你几公升啊？15、13的样子。13而已吧。这只有1格啊，我就不加了啊。6格吗6格啊，1格啊。你看，只掉1格。2公升掉2公升，1、2公升而已。嗯。走啊，你不是去那家？走啊，差不多还要开了。走吗？刚好绿灯。跨不上去啊！红灯了啦！等一下，红灯了。南横公路是一条充满魅力的道路，许多人会从台20线的起点开始追溯，认为那是南横的开端。然而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，真正南横应该从梅山加油站开始。无论是哪一种观点，这条横贯台湾东西的道路，对我来而言，都充满吸引力。南横公路如同一条呼吸的脉络，将台湾的东西两端紧密相连。不仅仅是一条交通要道，它也是一条历史交织的走廊。沿着这条路，山峦起伏，风景如画，山上的景色散发着独特的香气，让人仿佛置身于静谧的大自然之中。每当我骑车身在其中，总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错觉。高耸的山岭如同历史的守护者，静静地目送每位过客。然而，今天的天气不如人意。细雨随着风轻轻飘下，这种惆怅的天气为这条道路增添了一种神秘的面纱。风势不大，但整个环境笼罩在朦胧的光影之中，景物若隐若现。骑车在这样的天气中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如诗如画的景色，在雨中尤为动人，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这条路不仅连着台湾东西的地理，也连着心灵的彼岸，它承载着我们追寻向往，无论晴天或雨天，这份美好从未改变。然后这里休息吗？啊？然后这里休息吗？好，因为到梅山其实还有一个便利商店了。啊，我习惯，你的车也在冒烟。没有错。哦，我习惯。哦。只要找位置停一下。这里看起来好像也是 7 的，这一块不知道可不可以停。那我说，怎么换你烧起来了？你停在后面好了。对呀。好。反正没有人吗？对啊。再停一下，有是在你的。等下到梅山还有一个加油站。直
现在第二格消失了。对啊，你等一下油会掉很快。这个冒烟还行吧？还是啊，应该还好，我的水箱温度都还正常。哦，应该只是那个吧，那个散热线那里到底。啊，你们要吃早餐店还是要吃 7？ 好哟。啊？你们那边有个早餐店啊？哎。换楼啊？还有。换楼。为什么？应该是这个吧，散热的那一块淋到水吧。哦，散热那一块。对啊，我在猜啦，有一股烧焦味。有哎。对啊。很重呢。很香很香。那你的为什么不会？我不知道哎，你的也不会啊？就没有你知道在下面的。你的壳比较多啊。也有可能。下一个是牙口。没有，下一个梅山。梅山。嗯。对呀。等下就到梅山了。对，等下要这边稍微休息一下。啊，梅山那里有个加油站，也有个 7。是梅山在加。嗯，梅山那里可以加。他那里没有98，有92、95。我们全部都92，所以还好。像我的也会稍微便宜啊。原厂胎正常会滑啊，可是我那台不会。你不会啊？啊，你的不一样。我的也是原厂啊。巧克力胎。你算巧克力胎吧？半巧克力。可是它设定是可以越野。对。啊，越野也不太会滑。毕竟排水什么的都比较好一点，可对，比轮胎可以用比较好一点。我觉得 CF 最好。真的。便宜。又不会滑，可是刚那个山路就绕赛，就会很难骑。你就会发现你会觉得我干你在慢生小，虽然说我刚也没多快，可是这一台会比 CF 快好一点点。好，对啦，会稍微快一点。对，相比之下。可是骑长途，我觉得 CF 比较舒服。真的，这个比较不舒服。屁股比较痛。啊 ，CF 不会痛。这坐垫比较硬吗？还是？可能 CF 悬吊比较软，啊，这个坐久了屁股好痛。哦，也有可能啊。而且它双缸比 CF 正 ，CF 西正做的比较好。这个西正做的。要越野的嘛，你在不好哦，那谁还要越野？这台有点，这也有点接啊，有点接，又有一点半越野那种感觉。对吧？没有很专的，就是一半一半嘛。对吧？一半一半。是一半接一半趴，四不像。嗯，感觉Honda都喜欢做这种四不像的车。可是有好有坏啦，我觉得，因为有些客群就真的是不喜欢太趴了，我就是想会受不了，但是他想要这种外观美美的。啊，骑人是成。你旧的那个上面有那个点烟器的位置，有，在左边。也是啊，对。啊，你要自己装。我有带。我看，你看，这个，然后坏了哦，你有带？有。这个孔啊，就那个。等一下，可是这样手机上，应该可以。被攻击。被 gank 了。等一下。被头发 gank 了。然后那时候5点多在等你的时候啊，我在那个 7的厕所，它上面有一个放包包的地方。然后有时候靠边上到一半，它掉下来砸到我们。看见吗？那人今天姿势不顺哦。还行。没有在那个公司那边的那个 7。呀，那个牡丹门市那边吗？对，干超好笑的。啊。对啊。我是很想脱裤子嘛，可是我又怕内裤湿掉，因为我裤子绑起来。每次走南横公路，我都会在 7老农门市停下，这已经成了我的一个小仪式。这也是鲁特哥第一次拍南横影片时的休息站，现在也成了我每次旅行中的固定停留点。我
我们在便利商店稍作留停，随意聊聊天，还遇到了几个当地人。当地人说，前几天的天气都很好，偏偏我们一来就要下雨。对此，我们也只能接受，毕竟上班族要安排假期已经不容易，更别说预测天气。或许我们3个里真的有一个是雨神，这让旅途中多了一点小趣味。似乎每一滴雨都是旅途中的小插曲。经过宝来，我们来到了桃源乡，这也是我们这次南横公路唯一的越野路线。然而，如今这条道路已经铺上了平坦的柏油，以不同于昔日的面貌迎接我们。这条跨越老农溪的台20线，经过多年的修整，终于走向了一个崭新平稳的阶段。过往我总走着不同的路径，如今它的平稳让人心生希望。希望未来的岁月，这条台20线依旧能够安然无恙。最后，我们抵达了梅山加油站，这也是南横公路管制口前的最后一个加油站。若错过这个加油站，就要再走118公里到池上才能加油。在这里，时间与空间似乎凝聚，我们与自然共舞，领略到是一种既现代又古典的交通连结。从南横梅山管制站出发，要走到南横天池这段路，大约25公里。这路途上全都是大自然的美景。本来期望有个好天气，但今天却下起了雨。在雨中，这段路别有一番风味。山林间被云雾笼罩，像是进入了神秘森林，满是绿色的海洋。我们可以听到溪水和瀑布的声音，因为雨水格外的响亮。就像是在为我们演奏一场自然的交响曲。虽然下雨让行路稍微困难，但也让每一片树叶更闪亮，空气更加清新。走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感觉自己与自然更加的接近。当我们抵达天池，那里的景色真是令人惊叹。即便今天多是雨雾，湖边的松树仍然顽强地坚挺，传达出一种宁静和久远的历史感。这一趟行程让人深深感受到山与水的美好，人仿佛成为整体中的一部分。即便是雨天，也有其独特的魅力。啊，这黄牌呢？400而已吧？哦，对了，人400。你们要上去吗？不要啊，我都行。我们之中一定有人是雨神，那不错，雨神，与神同行。不用呼唤就有雨来了。没有错，对，还可以自动帮你洗车。没有什么可以看的。里面有一个天池啊，可是那个就一个一个悠扬，很像南瓜汤那种感觉。水池啊。对，找个位置坐一下，例如前面那个亭子。可以，我们可以去走一下。对啊，那个公车站。现在休一会儿。等一下，可是现在11点快半了啊。厕所的话，那边有左边那个竹林就是茅厕。我不要。我还好。不过我现在穿车靴，爬上去的话蛮难爬的。这样会不舒服啊，我也是啊。冷静。那你说那也是厕所？下去那里啊，就是这个楼梯。我等一下走之前再上去好了。好啊。先坐一下。下一个点是。有车。
下一个点哦，垭口啊，垭口。等下过去那边的路，现在我们在这里啊。哎干，那没有屁用啊！难怪我觉得椅子怎么湿的。现在在这里啊，垭口在这里。哇，那我们刚从那里。哎，对，我们刚从这里，一路这样。Oh my god！ 然后现在这里是134K 到垭口142K， 大概8K 8公里左右，算近了，还可以。啊，那还行啊。还行的，8公里还可以。从长青寺到关山垭口这段路，如同一幅细腻而壮硕的山水画。起点的长青寺竖立在高山之中，静默地见证着岁月的更迭。从这里开始，山道蜿蜒曲折，两旁的树木在风吹过时齐声低语，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秘密。车子行经这段路，有种穿越时光隧道的错觉。树影交错，斑驳的阳光洒落在地，像是老旧的电影胶卷，让人心神留恋。途中不时可看见潺潺的溪水，水声清脆，为旅途增添了几分生气。然而今日迎来雨天，南河公路的美丽却以另一种面貌呈现。雨细密如丝，伴随着微微的轻雾，使整条公路附上一层神秘的面纱。此时，我们的视线虽然略受限制，但心境反因这份朦胧而感受到格外专注。在公路封闭的路段，雨水溢满路上弯道的低洼处，轮胎碾压着水面，溅起细微的水珠，仿佛奏起轻柔的乐章。我们的身体微微前倾，双手紧握把手，用心去感受风速与雨水摩擦在皮肤上那种微妙的快感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骑车需要更高的专注力，去衡量每一次转弯，每一次加速。那是一种与大自然对话的过程。雨珠连绵地打在护目镜上，视线模糊间，天地之间只剩下雨声与引擎的轰鸣。此刻，整个世界只剩下我与机车在雨中共舞，心中那份自由的感觉，如同南横的空气般清新而纯粹。封闭的道路少了人烟，使得这一段旅程显得更加独特，仿佛是与天地独处的私密时光。每一段坡道，每一次急弯，都让骑车时心跳加速，却又使我更深爱上这样的冒险。这场雨中的重击之旅，不仅是一场物理上的挑战，更是心灵上的洗涤。即使全身被雨水浸透，内心却是激昂而自由的。我们带着积满的雨水，途经那些山水无痕的风景，心思起伏，然而终究归于静谧。这正是南横公路在雨天特有的诗意与魅力。哦，可以停车。什么？啊，大斜坡。这里不行吗？所以我这样子
你也不行哦。我不行。我可以耶。那你是一边的啊？嗯。我是两边的啊。为什么我屁股那么多白白的？怎么是肥皂的感觉？如何？那下一站就是去民宿了。下一站池上。还有池上，我没有记到池上。要解脱了。哦，这里再下去很远了，到池上很远。到池上很远。大概快2个小时。等一下就直接从这里下去了。向阳那里有厕所。看看剩多少电？要撑好久了。快没电了。如何？这个景，白茫茫。什么都没有。什么都没有。也没有雪。太惨了。唯一有的就是有淋了一身湿的我们。下面还不错下面的景还不错。都没有。我觉得还好，差一点意思。南坑垭口，在晴朗的日子里，阳光洒在山峦起伏间，那一层层的绿意，配合着湛蓝的天空，仿佛大自然用无数色彩描绘的杰作。在这里，若站立于高处，远望远方，目光可以穿过薄如轻纱的云雾，望见对面山谷中蜿蜒的公路，河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一如凭空绽放的银色丝带。对啊。其他的花园找真的。哦。哦，好冷哦，比刚刚更冷了。他们要停下来，停下来赶快跑。今天什么景都没有了。然而，今天是雨天，南坑垭口呈现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美。雨滴敲击着头盔与厚重的雨衣，水雾在眼前蔓延开来，模糊了眼前的一切。这样的雨中旅程，带着一丝无奈，每一滴雨水都似乎在嘲弄着我们，挑战着我们的坚毅。那份渴望征服的心情，打湿的道路上显得特别的孤独。在骑车的途中，浓密的云层不断变化，前方的视野忽明忽暗，仿佛是在与骑士开着一场视觉上的捉迷藏。当我们一路骑行至向阳，雨丝也未停止。彻骨的冷风吹过，雨水浸透了衣物，随着路面上的积水，重机的轮胎在湿滑的道路上刻下一道道曲线。雨中的前行，每一个转弯都需要全神贯注，心如静水般专注在那条细细的路线。周遭的景色在朦胧的细雨中，散发出一种神秘的静谧，仿佛在诉说着大自然的庄严与孤独。那份在寒风与大雨中驾驭着重机的感受，也是在与大自然对话。每一条道路
每一个山坡都诉说着一段故事。山峦萦绕间，常有远离尘嚣的小村落，隐约可见。屋顶上冒出的楼烟，为这场雨天之旅增添了一抹人间的温暖。而就在这冷冽的雨中，骑车与风景共同编织了一曲生命的颂歌。那是一种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独特体验。他说可以。等下会有车过来吗？还是不会？回到。那个怪兽在动了都。哦。那个怪兽在动了。不用。等一下，如果他没有转弯的话，我再叫。那个怪兽没有在动哦，等一下，等它过后。有到用手。哦，好。来，你们先下去，快点，先下去。先下去哦。对，先下去。我可以下去。对，先下去好了。好。不要放开嘛。太重。对啊。还行吗？啊，还行。啊。我又倒车了。慢慢来。刚刚就想要斜的啊，糟糕。这条路比较，这条路比较有下坡。后灯要先起来吗？我想一下啊，你的角度有点尴尬。刚没录到档，我先录个档。啊，不行。哎呀，前面。啊，我要录档了。哇，直接歪掉了！我靠，就扁掉了。360没破。啊，没破还好。可以开心啊。好吧，我们赶快先下去。好。出发的前一天，我又是一整夜的没睡，整个身心如被压榨般。
在下午1点的时候，终于感受到了极度的疲惫。今天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，寒风吹拂，整个人不禁打颤。我一开始担心车子停在这里会挡住工程车的来往，于是想把车子停到一旁，就陷入空档。正当我想着或许该等工人开始施工时，似乎上天有意的怜悯，施工人员让我们先离开，无需苦等。我急忙于上车，却忘了车子还在空档上。我心念一转，原本稳妥的计划，刹那间像被推翻，一切在瞬间倒退，整个人、整辆车子失去平衡，慌乱中失足跌倒。在那冰寒的雨中，似乎一切都在嘲弄着我的初心。幸好我360的自拍杆成了意外的救世主，挡住了我车子的衰落，保护着脆弱的车壳免于受损。而我虽然身体上只是些许擦伤，一颗心却是海浪般翻滚不已。那一刻，寒意不仅仅来自于雨，而是来自心底，是疲累中的一丝警惕，是在平凡旅途中被忽视的细节所编织的教训。这样，我才在这寒冷的气候中，品味着生命中那不可缺的谨慎。他没呢，这个帮我缓冲掉了。他帮我缓冲掉了。你回去洗车才会看到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这里啊。洗车的时候才会看到。好像没什么事呢。没有你这么严重啊！哦，这只帮我缓冲了。这边啊。哎呦，可是为什么？可是我多心吗？我怎么觉得一直在打滑？一直在打滑。就是打完扶起来，我马上骑，然后就觉得我车一直在打滑，还是我想太多了？不好说。它翘起来了，靠北。这样看都不好说，因为像我原本那一台，我不确定它会不会往左打，往右打，但我只知道打完车之后，我的都一律往右。它刚就这样了。你说车架歪掉这样？应该是没那么脆弱啊，除非你是被撞了。我那边呐，后来换倒左边之后，我发现好一点。怪怪的，就是后轮觉得有点滑滑的。真的啊？可是我后面这个没有歪掉吧？哦，这里有啊，这有伤到啊。我刚倒的时候，这个跟这个帮我缓冲掉了。我镜片应该没有破吧？没事。既然不可换你倒了，但是可能没画面了。有啊，这个有录到啊。他有录到。真的哦。这是换你了，那下次换谁？可是我镜头好像有刮到。应该或多或少都有吧。换熊哥了啦。换你倒车了。干，可是我运气比你好这样。我护弓就弹开，然后后镜歪掉，车壳被。车壳没有停啊。有啊，保杆有保到了，你这有保到了。保杆啊，然后车壳被那一只360缓冲掉了，然后这里有一点脏，然后后面被那个后箱这里缓冲掉了，没事。这里是打挡杆。哦，好，正常，没事。打挡杆也没歪。对啊。这看好神奇哦。可以的。熊哥下一个。那他第一台
第一台倒车，第二台。我就跟你说，刚睡到我就差一点要滑、没有，再就换你的、啊。没有，等下就是你了。没有，我就2只脚。明天，明天。明天。好了，我先帮你预约一下。最多这样2只脚应该不会倒啦。那你们都不用再加油了。3个啊，池上可以加。池上可以加，池上不用加。你还不用加啊？还有一个，我加吃一口而已。他从没有，熊哥从彰化骑到，你等会你池上有加3个啊。哦。在眉山剩3个加。我现在剩3个了，我是还要加啊。我刚刚那样子一路下来，油耗很凶。刚刚太累了，一路这样骑真的是折腾呢。出来瞧，真的，我们刚才瞧了一下。好了，出发喽。下雨，哇，这看不到前面。雨滴轻轻地敲打着车身，我们在下午2点半抵达了池上。在这寒冷的午后，雨和风似乎格外交织出一种独特的韵味，将这里幻化为另一番景象。我们在这里品尝着热腾腾的池上便当。温暖的饭盒驱散了我们一路骑行所带来的寒意。哦，不行了，不然等下在全家喝咖啡啊。我们先吃饭。可以啊。哦，我觉得我需要先洗手。我也觉得。现在全身都是沙。我还要先洗我的脚。我脚没湿这双车靴油。到底是长这样，都是泥沙。哦。剩25%嘞。你的剩25%？我的还可以撑我还可以再撑1天。我有点讶异，因为上次环岛整天都没事啊。上一次跟我女朋友出去，忘记带线，整天都没充。然后后来我们去那个金山的那个佛教寺，然后玩了1天。一个下午回来，好了，没关呢，那还可以继续讲。这么神奇。然后后来因为离民宿很快啊，隔天大概只讲了1个小时才没电，所以他大概撑了36小时，连续使用的话。我靠，这么屌！我们先过去厕所。干，就是红灯了，太小。绿灯了，走吧。等下可以坐这边啊。它里面其实没有什么内用的地方，它里面就是一个卖便当的这样，他就问你要什么便当，他也会写他剩什么便当。这里也有厕所，这也是有一点做观光啊，然后这里面火车上也可以坐。我们刚才走那个。对啊。那3台，我们3台，我们没有赶上6口温泉。哦，你们本来去那边啊？没有，我们要过管制啊，他1点要管制，他如果没过要等到3点。抱歉，刚刚吵到你们了，那台车最吵的是我。原来是。没事。然后坐哪边？这个坐那边好了，这边脱雨衣啊。吃啥？吃排骨。我是坐后面。你要坐后面了？对呀，我是太冷只能站着。吃鳗鱼哦。还是不然我帽子放后面。没有，我们就1人1桌就好了，没那么多人。也可以啊。吃鳗鱼哦。我手还在抖。
你手还在抖。你为什么不要再穿？你为什么早上穿这么少？没有，我说应该还好吧。结果是不是？哎，结果好像不是还好而已哦，是哦，好像好冷哦。就是有点冷，可能不止有点。我是非常冷。兄哥，吃饱一点，等下还有120公里。120公里。你不是说从台九线比较快？啊，一样啊，就是台九线的路线。台九线的路线也要1个多小时。对对，2个小时，没有是2个多小时。2个多小时。2个小时15分钟。坐在这某个角落，手握着一碗热汤，我们赖着不舍地离去。雨丝柔柔，似乎也在低声安抚着这急促的旅程。这所谓什么叫做挖洞给你跳？你要复写哦？没有防摔，防摔啊？没有，这是打侧靴。那你就没有安全鞋印啊？对吧？我刚刚是这样握2下。对啊，我的到那个脚踝啊，所以这里也有。干，这个叫挖洞给你跳。然后旁边那还有钉子。对，干哦，还有钉子哎。你看右边那个。哪里？这个。对啊。干够钉啊！这恐怖诶。实力耶。是这种。还是根本无趁钱。还好。我本来想说穿布鞋来，后来想想对，我干脆再买一双安全鞋。你拿公司的就好了。没有，这是传统的啊。哦，传统比较好一点的。保护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我这个也是传统的啊，所以我才说那个。我也是，可是我的，照你刚刚那角度，应该是救不了。对，我的应该也不行。应该你要冰咖黑。那最主要是传统的那个风大吹不进去。哦，对啦，风大是这样讲没错。好，我们先去喝咖啡吧，顺便充个电。现在讲话都会冒烟的。我刚才南横就一直在冒烟。你是车冒烟，我人在冒烟。先喝完咖啡再出发吧，差不多了。休息了1个多小时后，雨却毫无减弱的迹象，像是要把整个午后的情绪重重地压在我们的肩头。虽然我们的最终目的地是花莲，但天色似乎也不愿见我们的拖延。看着腕上的手表，时间提醒着我们该出发了。我们带着不舍和一丝紧迫，沿着台九线出发。今天的心境和天色般无常，台11线的壮丽海景，或许此刻也是一片迷蒙。然而心思却随着台九线的景致，沉浸在山的怀抱。云雾包裹着重重的山峦，仿佛大地的画笔不经意地流露出水墨的画卷。心中的期待转为了一种舒缓的欣赏。然而有时计划终究赶不上变化。正当我有所期待时，光影已随着傍晚的来临而迅速消失。原本期盼的山景也引入了夜色，留下的只是模糊的记忆。在这段不算漫长的旅途中，我们学会了一种纵容，学会了欣赏过程中的每一个片刻。纵使这片刻如雨中的时尚般稍纵即逝，当一切沉淀在心里，散发的光彩也将随着雨后的晴空，照亮未知的远方。
台中。台中哦，今天台中就到花莲了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从南横然后这样绕一圈过来。太厉害了吧！啊，明天要走中横回去。吃饱了吗？还没，等一下再去吃。啊，好 ，OK， 要去哪里吃？可能吃夜市或米当吧。米当，好 ，OK 啊，好。或是那个什么欧香啊，等一下看来不来得及。欧香排骨，还有排牛排。牛排，OK。最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今晚的民宿，时间刚好是晚上7点。经过一整天的跋涉，身体像是被榨干的果实，现在只剩下一个念头：洗澡，然后一头栽进被窝，让意识迷失在温暖的梦境里。有时候在骑行之后，梦想干净温暖的卧床变得如此强烈。晚餐，我们选择了同事一再推荐的欧香牛排。据说这家店是他每次回花莲一定会再光顾的地方，让我对此充满期待。一路从彰化骑到花莲奔波，让一顿丰盛的晚餐显得格外重要。对我来说，南横已经习以为常，但对于第一次经历这条路的同事们来说，这趟旅程无疑是充满惊喜与挑战的记忆。看到他们脸上艰辛和风景交织的表情，我仿佛回到了第一次骑车的那一天，一切都是如此新鲜而激动。好 ，OK， 要帮你马赛克。你要帮我马赛克啊？啊，你讲完之后，你先露脸，然后讲完再马赛克。你吃什么？好像将会吃很饱哦。它那个有前菜汤，加一加好像会有汤来的。哦，不是我们的。可以。等一下。你差多少？可能要找我。找你多少？啊，我的餐是885啊，这个500。宿舍885。所以没有880啊，880。880，找你120。好，120嘛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这个前菜好赞。对啊，我刚刚跟他说走苏花的话，就是，全程走苏花改大概要半小时，然后从苏澳到台七甲走出来3个多小时，然后差不多快5个小时到武岭，往武岭的方向，然后从那个台七甲出来到武岭再3个小时，这样8个小时，8个小时才会骑到武岭，然后再从武岭回到台中再3个小时。啊，如果走中横5个小时，6个小时到台中。中横看会不会封路？目前是没有，今天都没封，还行。你们要绕一圈哦。那武岭怕的话，好，谢谢。我比较偏中的，可是就是越行程，因为那个武岭路况会比南横再糟个2倍以上。因为它是整个山都崩了，然后都塌了，都不能走了。武岭哦，没有中横，没有中横穿越过去2个小时，就到往武岭的方向，超快，在1个小时多就出去了。然后从那个中横，我们走台8那一段接武岭，大概
2个小时，2到3个小时到武岭嘛，然后都这样下去，差不多5个小时就回家了。我有2成的把握爬起来，只有2成。不会啊，就我们爬起来，旁边的人看着就会起来了啦。你说这样吗？哎 ，K 城，哎，干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立燕都要推这间了。嗯，哇，浓汤很好喝啊，很有料哎，比我们吃那个享食还要多哎。这个贵族好像有啊，贵族没那么好吃。有沙鹿那个贵族，哦，是哦，倒了。哦，大家好说啊，谢谢。你要的吗？这样可以吗？那这个让你先做使用哦，谢谢。啊？麻烦你。好 ，OK。要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多谈一些，让我们先做使用哦。好，谢谢。再跟我们多谈一些。好，我不是吃牛，所以我没关系，因为你们有生熟度的问题。你这样看，你们再看一下你们牛没有比较好吃，因为我觉得贵族世家的牛排不好吃。真的它就是沙拉吧 OK， 可是主餐就是不怎么样，一对。般。可是我觉得这个看起来还不错。是吗？熊哥 OK 吗？因为我之前跟文林说过，我蛮喜欢淋雨骑车的，所以我说我今天很冷，可是我没说我不喜欢。我不行，我没有说我不喜欢，我说我不接受。淋雨骑车我 OK， 蛮舒服的。对我来讲很阿脏。哎，这也是一种享受，因为你没什么可以将淋雨到一个你没有去过的地方，然后淋雨骑车，可以不要，我会避免。这是一个幻境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后勤保养很累，不要。所以你要买越野车啊，不会坏，或是叉妹斯啊，后勤保养没多少钱。哎，这也是，哎，那你吃什么？谢谢。什么？啊，奶酪，焦糖奶酪。对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那一盘里面怎么没有你？嗯，没有错，我也怀疑了一下。不错啊。立燕推的这间你给几分？1到10分。欧香啊。立燕推的这欧香，你1到10分，你给几分？10分。是因为立燕推的吗？嗯。如果今天不是立燕推的，明贤推的，1分。你要帮我把彩票。文林推的，10分。要帮我马赛克吗？好，我等下帮你马赛克。那可能会是明显那个直接。熊哥下次还会这样约吗？不会，下次不会这样约了。对，明年哦，明年还有机会吗？明年再看，再说。不要那么久了，不用13个小时，4个小时就好了。4个小时。那我们到阿里部落住1天，然后再去他的那个神山部落，他的红门。近一点的。那就高雄而已，高雄台南那段的。我那有经过过，就上次大家环岛，然后就有一个地方写阿里部落，只是他那里有管制。回想起今天走在南横的路上，寒风呼啸，雨水如同无情的鞭子，吹打着每一个裸露的肌肤。这不是我第一次骑南横，但每一次的感受都不同。这次的风雨仿佛要将我整个人推倒，雨衣早已被灌满，湿冷参透进骨子里，那种冰冷的感觉，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更为深刻。
明天我们将要穿越地震后的中横，这是一条我未曾探索的领域，每一里路都等待着我。这趟旅程对我来说，不仅是一种挑战，更多的是一种探索，一种重拾勇气的过程。中横，我们明天见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边缘人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I know I shouldn't be in love, in love, I know I shouldn't be in love, in love. I know I shouldn't be in love.